我妈患癌去世的第5年，我爸打算再婚了。我绝食抗议闹了1个月无果，自己反而瘦了7、8斤。闺蜜心疼我，给了我一个建议。孟叔那女朋友是不是有个儿子在你们学校？是在我们学校。我皱眉，但是我没见过他，贸然找过去是不是不太好？没见过正好，你去追他，拔水搅浑，看孟叔还怎么跟那女的结婚。我眼眸一亮，抬手摘掉面膜。姐妹这招绝了，还得是你啊，我怎么早没想到。挂了语音，我当即就发挥了我的超能力，1个小时后就查到了我准后妈儿子的信息。宋燕，计算机系4班，学霸，细草，爱好打篮球。我瞧着照片，感觉有点眼熟，却一下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直到我对着课程表去了他们班上课的阶梯教室，又成功坐到他旁边，对上那双黑沉沉的眼睛，我死去的记忆又突然活了过来。那是大1刚开学那会儿，下了课，我和舍友从教学楼里出来，正讨论着待会儿去吃什么，一个男生突然拦住我：“喂，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？”我这才注意到面前的男生，他身材高瘦，皮肤白皙，穿了一件宽松的白色 T 恤，单手抱着篮球，看那样子应该是刚从篮球场上下来。我有点洁癖，他衣服上的球印和汗渍让我有点难受，所以当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说：“抱歉啊，我不喜欢长得太帅的男生。”我至今都记得他当时的脸色，倒说不上有多难过，反正挺难堪的。我现在也挺难堪的，甚至已经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。宋燕似乎也认出了我，神色逐渐变得冷淡陌生，最后直接收回了视线。我丧着一张脸打开手机，朋友圈刷新第1条，感谢孟先生送的恋爱纪念日礼物，余生有你，我很欢喜。配图是2只握在一起的手，2个人手上戴着一对情侣对戒，可是原本戴戒指和握这双手的人应该是我妈。愤怒让我气血不断上涌，我啪的一声把手机屏幕扣在了桌上。我动作不轻，周围不少人都转头看我，包括宋燕。我无视了他的视线，当作没事人一样看着黑板。1节课听完，我已经不生气了，并且重新拥有了理智。想拆散我爸和那女的，还是得追宋燕。用余光瞥见宋燕在收拾文具，我做足心理建设，转头问她：“那个，你记笔记了吗？”宋燕大概以为我要跟她借笔记，冷漠回了句：“没。”我记了，借你看，记得还我。我迅速把笔记本推过去，然后果断起身离开，让他想还本子都找不到人。然后靠着这个笔记本，我就名正言顺的还能再跟他有一次交集。我可真是个平平无奇的追人小天才。我在宿舍足足等了3天，宋燕都没来还我笔记。难道他不知道我住哪儿？可是不能啊，我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把姓名、系别、班级、寝室号都写全了的。他不来，只能我去。周6下午，在得知宋燕在操场打篮球后，我换了身运动服，简单把头发扎了个马尾就下去了。刚到操场，我一眼就看到宋燕，她还是如一的简单 T 恤，肩膀很宽，周身泛着冷感。球场边围观的女生都因为她的一举一动而激动雀跃。我看暂时挤不进去，就戴上耳机绕着跑道慢跑，堵她的同时顺便刷刷存在感。说不定她看到我就想起那个笔记本了。谁知道我一圈一圈跑到天黑，她收好篮球都要走了，都没有过来找我的意思。我只能硬着头皮跑过去。宋同学，那个笔记你看完了吗？宋燕脚下一停，转头看向我，和她打球的几个男生也都停了下来，眸里都带着八卦的意味。宋燕看了我半晌，你是哪位？不是哥们儿，真忘假忘。但不管他真忘假忘，我要追他，总得让他知道我是谁。我叫孟以堂，周2下午我去你们系蹭课，坐你旁边。看他认真思考的样子，我试探着问：想起来了吗？他认真的摇了下头，想不起来。我一般对长得太矮的女生没什么印象。还有你说的那个笔记本，我没拿。我的脸刷一下白了，他却直接无视掉我，招呼着同伴走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我身高长到1.69米的时候，我爸天天给我量身高，生怕我超过1.7米以后不好找对象。他是眼瞎了吗？他一个男生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晚上我在微信里和陈宁疯狂吐槽，陈宁边嗑瓜子边提醒我：话说糖糖，你是不是快考试了？那笔记本丢了真没事吗？我一怔，从悲愤中猛地抬起头来。这次考试，教授给画的重点我好像都记在那个本上，救命！宋燕说她没拿我的笔记本，那就说明那个笔记本还放在阶梯教室的桌上。隔天上午，我一下课就跑去了阶梯教室。一进门，我脚下猛地一顿，左脚绊倒了右脚。空旷的阶梯教室里，只最后一排坐了2个人。宋燕正在给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讲题。我脑袋有些懵，之前光顾着激情追人，都忘了先调查一下人家有没有对象。如果人家有对象，那我这2天的行为岂不是……我心不在焉地往倒数第3排走。漂亮女生从书本上抬头后，看着宋燕时，眼里似乎有细碎的星光。宋燕哥哥，我特别好奇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呀？她这么问，就表示他们不是恋爱关系。我这悬着的心刚要放下，
就听到宋燕说，我没喜欢过人，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，倒是知道不喜欢什么样的。那你不喜欢什么样的呀？黑长直眼睛大，太瘦还姓孟的。你不如直接念我名。还有，你没喜欢过我，当初跟我表白。漂亮女生疑惑，姓孟怎么了吗？宋燕默了一秒，不怎么，就是不喜欢。我咬着牙，桌上桌下瞅了眼，见没有笔记本，直接沉着脸离开了。笔记本没找到，又生了一肚子嫌弃。不过生气归生气，这点小磨难还打不倒我。考试在即，我追宋燕的计划只能暂停了。但我没想到会在图书馆里见到宋燕，但她应该是特意来找我的。这个是你的吧？她边说边把我的笔记本递过来。我眼眸一亮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压在我课本里，今天上课才看到。她说话时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失而复得，让我心情变得大好，也暂时忘了她说讨厌我的事。我笑眸弯弯地看她，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等考完试，我可以请你吃个饭吗？笔记本还了，总要再找个理由见面。宋燕睨了我一瞬，吐字清晰而冷漠，没空。我早就猜到她会这么说，并不气馁。那就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先加个微信。宋燕神情冷淡地看了我好几秒。孟以堂，你听不出来我在拒绝你吗？你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？她给我留了颜面，没把后面的说完。说实在的，我是个女生，虽然我妈不在了，但我也是被我爸、我爷、我奶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呀。我也没受过这种委屈，可是能怎么办？我不受委屈，我死去的妈妈就要受委屈。她活着的时候没享过我爸的福，去世的时候连块像样的墓地都买不起。现在我爸把生意做大了，有钱了，就要娶别的女人来享受本该是我妈妈享受的一切，凭什么啊？我落下笑容，重新握起笔。宋燕，我追定你了。她一声不吭地站在桌边，凝着我看了很久，才留下一句随便你，转身走了。事实证明，豪言壮语也只是一时逞强。忙碌的考试周结束，我突然发现我对追宋燕这件事有点提不起劲来了。我在宿舍窝了3天，把日历撕掉1页后，我才想起来我快过生日了。我给我爸拨去电话，老孟，友情提醒，你的宝贝女儿快过生日了。我爸不知道在忙什么，窸窸窣窣了半晌才开口，糖糖，爸爸出国谈生意，顺便带你宋阿姨转转，你生日恐怕赶不及回去了。你到时候去王秘书那儿拿上爸爸的副卡，叫上朋友去好好吃一顿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我回去给你补上生日礼物，好不好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怔了半晌，眼泪毫无预兆的掉了下来。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我不要钱，我不要生日礼物，我要我的爸爸。你以前出国都会提前告诉我的，现在呢？你现在眼里只有那个宋阿姨，你还记得我妈吗？当初是我妈妈放弃治疗，把治病的钱拿给你做生意，你才变有钱的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孟昆凌，你以后再也不是我爸了。我哭着骂完，泪眼婆娑的直接挂了电话。下一秒，我爸打电话进来，我直接摁断，把手机关机。我在宿舍从天亮哭到天黑，等情绪平静后，我收拾收拾出门了。按照我爸那进度，恐怕一回国就要准备结婚了，我得加快进度追到宋燕才行。到了男生宿舍楼下，我人傻了，我既没有宋燕的联系方式，也不知道她住几楼几号，现在再花钱找人去问，怕是等宿舍熄灯了也问不到。我正踌躇，有男生过来搭讪加微信，我边调出微信码边向他打听宋燕。本以为宋燕长得那么帅，好歹也有点知名度，结果来加微信的都说不认识，没听过。就在我打算走人的时候，从宿舍楼里突然走出来一道帅气挺拔的身影，我眼前一亮，连忙上前喊人：宋燕！宋燕瞥我一眼，脚步未停，有事？我笑出一口大白牙，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，多亏你找到了我的笔记本，我这次考试才没挂科，你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吃？突然，宋燕伸手拉了我一把，我身体不受控制地朝她扑过去，下意识张臂抱住了她，两对眼睛近在咫尺的相视。因为身体离得太近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她胸腔的起伏和心跳，心跳声咚咚咚的，感觉随时都要蹦出来。宋燕皱眉看了眼从我身后疾驰而过的电动车，等意识到我抱着她时，她直接用双手推开了我。我没空。尽管她装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但我还是敏锐地发现她耳朵红了。我搬出刚才在来的路上想好的说辞，那这周日你有空吗？这周日我过生日，可是我爸跟他女朋友出国玩了，我闺蜜又在南方上大学，赶不回来，我和舍友的关系也不太好，我生日的时候你能陪我吃顿饭吗？女性论坛里有楼主跟我说，男生大多都有英雄情节，适当卖惨或许能激起他的同情心。宋燕在沉默地看了我半晌后说，我们两个的关系似乎更不好吧，所以别说那些没用的，我现在要去趟教导处，真没空跟你瞎聊。她说完就要走，我抬步跟上，那给个微信吧，你也不想我老来这边堵你吧？宋燕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脚一停，侧头看我，眸中意味不明，堵我？刚我看你把自己微信当传单一样到处发，还以为你是故意来这边钓鱼的，我本来追他就已经够火葬场了，现在还误会我钓鱼，这能行？我把微信好友添加那页调出来，摆到他面前，你看，
刚才扫我的那些，我一个都没通过好友，我就是问问他们认不认识你，能不能帮忙叫你出来，结果都说是不认识。宋燕盯着我，神情逐渐变无语。我被看得心里有点毛毛的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宋燕掏出手机，点开微信。我见状，连忙把好友码递过去。她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下次有事微信说，别再来这边了。”果然还是嫌我丢人。我捧着手机，失落地哦了一声。他又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是想说什么，但最后他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加上微信以后，我每天雷打不动的一天3次问安刷存在感，但他从来没回过。周日早上，我一起床就发信息过去：“哥哥早安，今天我过生日，有空一起吃饭吗？”信息如往常一样石沉大海，没有回复。我点进他的朋友圈，却发现他在10分钟前转发了一条学术文献的链接，手机定位在学校图书馆，而我的信息是8分钟之前发过去。他或许是真没看到。这么想着，我起床去洗漱了，全部拾掇好，我去了图书馆。因为是周末，图书馆人不多，我很快就在2楼的大自习室找到了宋燕。但是她不是一个人，上次那个漂亮女生也在。她眉眼弯弯的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宋燕居然破天荒的笑了，笑过之后，他们一起离开了自习室。我呆呆的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感觉像被人从头顶浇下一盆冷水，心也凉了半截。也是在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，宋燕不是没看到信息，她只是单纯的不想回我。她也不是没空，只是对我没空。就像我追了她这么久，她从没对我笑过一样。她不是不会笑，只是不会对我笑。我眼睛胀得发涩。此刻我只庆幸我不是真的喜欢她，可我心里怎么这么难过？我揉了揉酸涩的眼角，转身回了宿舍。我从网上订了一个小蛋糕，许愿前拍照发朋友圈，再也不要一个人过生日了。我是故意发给我爸看的，让他看看他在异国陪女朋友的时候，他的女儿只能一个人窝在宿舍里过生日。发完没多久，手机震了下，我以为是我爸，拿起手机一看，发现是宋燕。宋燕，哎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发信息，我心里却没觉得多高兴。我不知道给他回什么，索性就没回。他却又发了一条过来：我在你宿舍楼下，下来做什么？你说生日一起吃饭，只是随便说说吗？我被噎住。你都有女朋友了，再跟我一起吃饭，是不是不太好？女朋友？对啊，就上次阶梯教室那个，我刚在图书馆都看到了。这次他隔了很久才回过来。她是我舍友的妹妹，才高3，托我给补课。我看着这条信息呆了好半天，他这是在跟我解释。可是他在知道我误会了以后，不是应该坐实误会，好让我死心，以后别再缠着他吗？怎么会跟我解释？我死掉的心瞬间有了迸跃趋势。宋燕似乎是等烦了，不下来我走了。马上飞下去。从宿舍楼出来，我看到宋燕手里拎着一个礼袋，等我走近，她不自然地轻咳了一下，把礼袋递了过来。我诧异地接过，给我的吗？给鬼的。我看到盒里的女士手链，脑壳慢1秒的反应过来，你刚才是给我买礼物去了。她目光避开我的视线，声音不太自然。我认识的女生不多，让她帮着挑挑，那怎么不找我？我给自己挑生日礼物不是更好？当然，这话我没说出来，而是见好就收的笑弯了眸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说完，我感觉宋燕呼吸沉了下，不客气。到了吃饭的地方，我才发现宋燕还叫了一堆人，眼熟的几个是经常和她打篮球的，有对象的还带了家属。看到我疑惑的停了脚，宋燕出声，人多热闹。我想起了我那条卖惨的朋友圈，我是故意卖惨给我爸看的，可我爸到现在都没反应，反倒是宋燕叫了一堆朋友帮我过生日。他这么好的人，我当初真是脑袋被驴踢了才会拒绝他。我忍着鼻酸，跟着他一起落了座。饭吃到一半，有人提议玩游戏，把酒瓶放到饭桌中间转，瓶口对向谁，谁就要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。第一圈就转到了宋燕，宋燕选了真心话，因为是我过生日，他们就把提问的权利让给了我。我问了个一直想知道的问题：宋燕，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表白啊？我话音一落，在场的人脸色都变得古怪起来，但我是真的好奇。他看起来并不像喜欢过我，寂静了好几秒，宋燕才出声：篮球输了，赌约是向出来的第一个女生表白。我一致回想了下当时的场景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尽管早有预感，但我心里还是失落的不行。他们接着玩，隔过一圈后，瓶口对准了我，我没敢选真心话，选了大冒险。抽到的牌上写着在场挑一个异性公主抱3分钟。因为心里还堵着，我目光掠过宋燕，落在了一个单身的男生身上。我刚要开口，那男生在飞快地看了宋燕一眼后，突然捂住肚子跑去了卫生间。其他几个没对象的男生也纷纷借口离席，有对象的我也不能选，只能转头看向宋燕。你吧。宋燕挪开凳子，站起身，起来。我听话地站起来，她微微一弯腰，轻轻松松就把我抱了起来。我双手环着她的脖颈，
感受着他胸膛起伏的频率，心跳也忍不住快了起来。有男生吹口哨起哄，我捂着脸把头埋进宋燕的颈窝，脸颊烫得惊人，刚才那点失落也不翼而飞了。一直到回到宿舍，我的心跳都没恢复正常。晚上我照例给宋燕发了个晚安过去，宋燕难得回了我，虽然只有一个字，但我快要沉寂下来的心又再次蹦了起来。我把和宋燕的聊天截图发给陈宁，宁宝，我这样算追到手了吗？陈宁过了老半天才发了个一言难尽的表情过来，你追没追上宋燕我不清楚，但人家肯定是把你追到手了。我看完信息扑哧一声笑了，先不说别的，我现在只要一看到宋燕2个字就觉得心花怒放的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宋燕了。我暗戳戳敲字，那你觉得我如果现在去跟她表白，顺便在坦白之前追她的目的，她会原谅我吗？陈宁回我，你没救了，你不要你爸了。我嫌打字麻烦，直接拨了个语音通话过去，要轻声的能不要？但是我这不是喜欢上宋燕了吗？我突然觉得她或许是真的很喜欢宋阿姨。我妈妈毕竟不在了嘛，一辈子这么长，能有个人陪着她也挺好的。就是如果我爸真和宋阿姨结婚了，那我和宋燕还能在一起吗？我现在才感觉，我好像自己挖了个坑，把自己给埋了。陈宁感叹了句，闺女长大了，然后开始给我出主意，你们今晚不是刚抱过吗？就你这长相，这身材，我觉得很难有男的对你不动心。你现在趁热打铁去找他坦白，外加表白的话，没准儿他会原谅你。他一语点醒梦中人，我一咕噜从床上坐了起来。陈宁似乎听到了我的动静，问怎么了？我现在就去，我墙都不服了，就服你。我说干就干，换了衣服就跑去了男生宿舍。快到男生宿舍的时候，我掏出手机给宋燕发微信，叫她下来。字还没打完，就看到她从宿舍楼里走了出来。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了之前她说的那个舍友的妹妹。那妹妹看到她，直接朝她跑了过去。到她面前后，她踮起脚尖朝她亲了过去。我呆呆地看着他们，连手机跌到了地上都没察觉。还是有同学从旁边路过提醒了我，我才回过神来。弯腰捡手机的时候，我的眼睛被眼泪糊住了。我不想哭的，可眼泪却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的掉了下来。我越擦，眼泪就掉得越多。告白是假的，解释是假的，心动也是假的。宋燕从始至终都不喜欢我，这场戏从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难过的情绪充盈着我的胸腔，除了哭，我找不到别的发泄口。我像游魂一样哭着回了宿舍。刚进宿舍，手机在黑暗中震了下，宋燕发了一个问号给我，我这才看到我刚才不小心把没打完的字发了过去。我盯着他的信息，眼睛疼得发酸，心里也涩得厉害。是啊，如果我不给他发信息，他永远都不会主动找我。喜欢一个人根本不会这样，是我一直在自作多情。那天过后，我旷了好几天课整理心情，出门吃饭也会刻意的躲开宋燕和他的朋友。而他那晚在发了个问号之后，也没再发信息过来，就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正轨。不正常的好像只有我。我爸出差回来，隔离完就来学校找了我。他说他认真考虑过了，决定尊重我的意见，不结婚了。他这次带宋阿姨出去旅游，也算是认真做个道别，好聚好散。老孟，我一出生就哽咽了。我爸连忙问怎么了？我问他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是不是挺痛苦的？我爸沉默地看着我，没吭声。我抬手擦掉眼泪，深呼吸了下。老孟，我同意了，你结婚吧。我爸却拧起了眉，发生什么了？是不是谁跟你说了什么？我摇头，不是，我之前不同意，是因为咱们家以前条件不好，连给妈妈治癌症的钱都没有，妈妈吃了那么多苦，一点福都没享上。现在你有钱了，我见不得别人分享，本来应该属于我妈妈的东西。提到了我妈，我爸的眼眶也红了。我又继续说，可是这段时间，我想通了，我妈妈毕竟去世了，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好很喜欢的人，那你就结婚吧，我和妈妈都会祝福你的。我爸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眼睛里竟然泛起了泪光。晚上和你宋阿姨还有他儿子一起吃顿饭吧。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宋燕，有点不想去，可又不想让我爸失望，还是点了头。好，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来的人根本不是宋燕。我看着坐在对面全然陌生的男生，脸上懵了又懵。宋阿姨热情介绍，糖糖，这个就是阿姨的儿子宋之燕，跟你一个学校的，比你大一级，计算机系的。他说完又转头去看宋之燕，燕燕，这个你孟叔叔的女儿孟以堂。宋之燕温声笑道，以堂妹妹可是建筑系的系花，我经常在学校表白墙上看到。我皱着眉看她，你和我不是同年的吗？怎么会比我大一级？我高中跳了一级。可你不是叫宋燕吗？宋阿姨笑着看过来，糖糖，你之前是看到我微信备注了吧？燕燕之前是叫宋燕，但是上大学以后发现和他们计算机系有个男生重名了，那个男生追求者太多，他被认错了几次后就改名了。被你看到的那次我还没来得及改，证明改的可真是时候。一顿饭我吃得晕晕乎乎，结束后因为我和宋之燕都要回学校，宋阿姨就让宋之燕送我，可我没想到会在宿舍楼下看到宋燕。
他抬头望着我寝室的方向，神情很落寞。我的心又开始细细密密地疼了起来。我看到他目光在掠过我之后，定在了宋之燕脸上。宋之燕也注意到了，问我认识。我刚要点头，就看到宋燕朝我走了过来。宋之燕下意识把我挡在身后，两个男生无声对峙，气氛有些剑拔弩张。我开口打破僵局：宋之燕，他是我朋友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你先回去吧。宋之燕这才点了头，转身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宋燕问我，你这几天手机没带在身上？带了。那怎么不回微信？我冷笑，你不是也经常不回我微信吗？怎么我就必须要回你？宋燕噎住，但可能也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面无表情，就是看你挺烦我的，决定放弃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酸涩的喘不过气来。宋燕用黑沉沉的眸盯着我看了半晌后，喉结滚动了下。我没觉得你烦，要是在几天前，我听到这话，肯定会高兴的整晚睡不着觉。可现在，我突然对这样含含糊糊、不拒绝也不答应的话有些抵触。我沉默半晌，低气压的开了口。宋燕，你知道刚才那个男生是谁吗？宋燕明显怔了下，知道是我们系的学长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他们俩可能不认识，但应该都知道对方是谁。我抿唇，那你也应该知道，你们两个之前同名的是吧？他来给我送过情书，说是别人送错的。我对上他的视线，沉出一口气。他是我爸女朋友的儿子，我不想让我爸再婚，就打算去追他，把水搅浑。但没想到他刚好改了名字，我追错人了。宋燕听完后，像是停滞了几秒，才重新抬起眼眸。我看到他垂在身侧的手指攥得紧紧的，脸色也有些苍白，眸里满是受伤。可是我想不通，他明明有女朋友，也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受伤的姿态给我看？最后，宋燕不发一言的离开了。我回头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脏又忍不住酸疼起来，眼泪也不争气的一直往外涌。那晚回到宿舍，我把宋燕的微信拉黑了，也托人把她送我的手链还了回去。等我爸和宋阿姨的婚礼结束，我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以前。教室、食堂、宿舍3点一线，有时候也会碰到宋燕，她还和从前一样，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，很多人，一举一动就能引起尖叫一片。我哪怕只是用余光瞥她一眼，心里还是会觉得很难过。这天下课后，我抱着书往宿舍走，走过操场的时候，一个篮球擦着我的手臂飞了过去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下意识转头看过去，看到了现在篮球框下的宋燕。抱歉，她嘴上这么说，可脸上一点道歉的诚意都没有，只是用黑眸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硬邦邦说了句，没关系，你下次注意点就行了。她摊手一笑，我不会，你教教我。我的脸瞬间涨红，和他一起打篮球的男生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这样看着他，又想起了那晚看到的情形，难过的情绪充盈着我的心肺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这次之后，我都刻意地躲着宋燕，可我越躲就越躲不开。这天，我正要去图书馆，意外接到了宋阿姨的电话，她说宋之燕跟人打架了，现在人在派出所，她在外地出差过不去，让我帮忙去看看。我应下来后，打车去了派出所。派出所的调解室里，宋之燕和他女朋友坐在一边，他脸上有几处淤青，他女朋友正在用棉签给他上药。宋燕黑沉着脸坐在另一边，我目光落在了他攥着的右手上，手背的指骨上有一处伤口，正往外渗着血。见我看他，他把脸转到了另一边，我只好扭头问宋之燕，哥，怎么回事？宋之燕没好气，你问他，打篮球针对我也就算了，还动手打人，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。我抿唇，他打你，那他怎么也受伤了？哎，宋之燕抬抬下巴，以堂妹妹，你这偏心偏的也太明显了。从法律层面上讲，我是你妹，要偏心肯定也是偏心你呀。宋之燕被我气够呛，直接带着女朋友离开了。我签完和解书，转头看向宋燕，我哥跟你打架是他的不对，医药费我来负责，你现在要去医院包扎下吗？宋燕神色淡漠地看着我，不吭声，但也不能就这么僵在这儿吧。我只好又出声，那我先走，你打电话叫你女朋友过来，让她陪你去医院，回头我让人把医药费转给你。宋燕不悦地皱了皱眉，终于出了声，我哪来的女朋友？见他又不承认，我懒得再说，站起身就要走，他却突然伸手扯住我的手腕，声音满是不爽，问你话呢？我心脏发沉，垂着眸不肯开口。他没了耐心，站起身用双臂穿过我的腰两侧，把我箍在桌上。孟以堂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走了，我挺烦这样的，索性直接把话说清楚。就你上次说的那个舍友妹妹，我看到她亲你了，不是女朋友，她能亲你吗？宋燕在愣了好半天后恍然了过来，她盯着我，所以如果我现在亲你一下，就是你男朋友了。我是这个意思吗？宋燕看着我，叹了声气，你生日那晚，我舍友和女朋友出去了，说他妹要来给他送点东西，我下楼拿东西，没想到他会突然亲过来，我躲开了，也跟他说清楚了，后来也没帮他再补习。
我抬眸对上他的视线，心脏又不可控制的猛跳了下，但很快又偃旗息鼓下去。就算他和那个女生没关系，他也不喜欢我。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？跟我又没关系。宋燕眸色一冷，是没关系，医药费不必了，我不缺那点钱。我的心绞痛了起来，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了下来。我不想被他看八道，想要推开他离开，他却堵着不让走。过了好半晌，他声音发沉，你哭什么？我的眼泪越掉越凶。宋燕又兀自叹了声气，抬手帮我擦泪，别哭了，小祖宗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早点意识到他喜欢我，早点拒绝的话，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。我抬起泪眸看他，这怎么能怪你？你也预料不到他会亲过来呀。宋燕垂眸看我，可让你误会了，就是我的错。我瘪着嘴，是我先带着目的追你的。我如果早知道我会喜欢上你，我肯定不。孟以堂。宋燕突然出声打断我，宋燕声音哑下去几分，幸好你追错了人，也幸好是我，谢谢你能喜欢我。我一瞬不瞬盯着他的眼睛，那一刻我无比确定我没有自作多情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我肿着一双眼看宋燕，你的手真不用去医院吗？宋燕笑笑，就这点伤，没等到医院就愈合了。尽管他这么说，我还是拉着他去了附近的药店，用点酒和棉签消毒后，我给他包了个创可贴。等包好了，我才抬头看他，你到底为什么打人啊？他眉梢一扬，就单纯的看他不顺眼，尤其还找了个那么丑的女朋友。丑吗？刚才那个小姐姐分明就很好看啊。再说人家女朋友是丑是美，关他什么事啊？我刚要出声说他，一张口却突然反应过来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去追宋之燕被人拒绝了吧？宋燕黑眸盯着我不吭声。我回想了下，我跟他坦白那天，好像是只和他说了我追错了人，并没有说我已经同意让我爸再婚了，所以他是在替我打抱不平，就离谱。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给他说了一遍，边往公交站走边说，我以前没有喜欢过别人，不知道喜欢一个人还能这么开心。我妈去世以后，我爸一个人抚养了我的这几年，也吃了不少苦，我也想让他开心。我说完后，见宋燕没反应，便停下来转身去看他，结果刚一转身就被他拉进了怀里。我感受着他胸腔的起伏，心跳快的像是要蹦出来。怎么了？宋燕收紧臂膀，像是要把我揉进他身体里。孟以堂，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？我一愣，心里瞬间炸满了烟花，很大声的回，要。那现在你男朋友想亲你，可以吗？我脸颊瞬间热了起来，最后被他看得顶不住，捂着脸埋进了他肩上。亲人怎么还带提前问的？我感觉到宋燕笑了下，然后用双手捧起我的脸，低头吻了下来。我的唇被撬开的一瞬间，我头皮发紧，大脑也瞬间空白一片，浑身的血液都在叫嚣，可整颗心却像泡在糖水里。我慢慢闭上眼，回应着他的吻。我和宋燕是牵着手回学校的。第二天，我俩谈恋爱的消息就传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，学校告白墙的热榜都是我俩，不少人在下面磕 CP。宋燕又送了我的一条手链，和上次的不一样，是她自己挑的。她还把前面20年缺席我的生日礼物都给我补齐了。看着满满一屋子大小不一的礼盒，我晕晕乎乎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这天，我和宋燕去吃蟹肉包，没想到会碰到宋燕舍友那个妹妹杨舒雨，她应该也是和朋友来吃饭的。她犹犹豫豫，在往我们这边看了很多次之后，终于起身走了过来。宋燕哥哥，你也来这边吃饭啊？宋燕神色冷漠的了一声。杨舒雨看着她，嘴巴一瘪，无声的开始掉眼泪。我连忙抽了纸巾递给她，她抽抽噎噎的接过纸巾，姐姐，对不起。我笑道，你不用道歉呀，喜欢一个人本来就没有错，不是？杨舒雨哽咽，那天晚上我看到你了，才突然跑过去亲宋燕哥哥的。我一怔，大脑好像不会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喜欢你，我以为我这样做你就不会和他在一起了。后来宋燕哥哥生气了，我就更不敢说实话了。我略带惊讶的看着杨舒雨，没想到他年纪不大，心机居然这么重。宋燕板着脸，还有呢？还有。杨舒雨哭着说，还有之前给你挑生日礼物那次，那条朋友圈是我用他手机发的，我故意加了定位，是觉得你看了肯定会找过来。还有你给他发的去吃饭那条微信，也是我给删了。他说完，很诚恳地冲着我鞠躬道歉，对不起姐姐，真的对不起，原本我并不想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摩别人，可是他如果是真心和我道歉，完全可以避开宋燕道歉，为什么偏要当着宋燕的面？说白了，无非就是演戏给宋燕看，我原谅就等于宋燕原谅。我拉下脸，很抱歉，我不想原谅你，你如果说完了，就请离开我的桌子，我要吃饭了，对着你我吃不下，我实在无法大度原谅他，因为差一点我就错过宋燕了。杨舒雨怔愣诧异了许久，泪眸委屈兮兮地看着宋燕，似乎在等宋燕的反应。宋燕不耐心地皱了下眉，你没听到他说的吗？还不走？杨舒雨满脸受伤地哭着跑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问宋燕，你早就知道图书馆那件事了，所以你那天才会突然来找我。
宋燕点头，她没来得及删朋友圈，被我看到了。我提起一口气，宋燕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宋燕认真答，比跟你告白那次还早。我呆住了，那是什么时候？你不是说跟我告白只是个赌约吗？宋燕放下筷子，其实当初那次篮球赌约还有一个选项，什么？原地做50个俯卧撑。那你怎么不选俯卧撑啊？这不管怎么看都是做俯卧撑简单点吧。宋燕深情凝视着我，因为我在选的时候看到你走出来了啊，那你那会儿就认识我？宋燕盯着我，孟以堂，开学报到那天，你从入口走到你们系报道，你知道男生们为了看你把通道都堵了吗？还出了踩踏事故，从那天起，几乎全年级的男生就都认识你了。我嘴巴微张，隐隐好像记得是有这么回事，当时是有男生摔倒送医了，但是当时我以为他们围在那会儿是在参加什么活动，我本来也想去看看的，可看到一个女生都没有，就没过去。原来不是在参加活动，而是在看我。我皱皱眉，这也不是我的错吧？不是你的错。宋燕说，我后来在教导处见过你一次，你来交作业，我以为你是你们班班委，就每天往教导处跑，结果再没有见过你。他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当时我交作业晚了，班委临时有事要走，就让我帮忙去交一下，突然好心疼他。你既然早就喜欢我了，我追你那会儿，你怎么那么高冷啊？不是高冷，是有点不敢相信你会喜欢我。他那个时候肯定很纠结，想答应又不敢答应，不敢对我好，又不敢做得太过把我吓跑，小心翼翼拿捏着那个分寸。更心疼了。我伸出手，五指穿过他的指缝，握紧他的手。现在你相信了吗？宋燕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宋燕扣紧我的手，笑了，我也是。